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习近平宣布新设北京证交所；第二个主题：中宣部吹响演艺圈新整治运动的号角。那么这两个新闻都是新鲜热辣，今天发生中国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号在北京举行那么这个交易会一直会持续到7号那它的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习近平在这个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非常出人意料。习近平宣布在北京设立一家新的证券交易所，服务中国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这家交易所理论上应该叫北京证券交易所，或者我们简称叫北交所现在中国有2家这个证券交易所，一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中国第一家，第2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那么现在如果是再设一家的话，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叫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那么就有3个了那习近平在这个视频讲话当中，宣布了几项扩大开放的措施第一个，全国实施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2个，探索服务贸易的示范区第3个，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的支持第4个，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第5个，支持中小企业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这个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那么它是这样，它这个针对这个北交所如何定位，怎么和深沪交易所的关系和未来发展的目标，然后这个中国证监会官网就晚上就出了一篇文章做政策解读它的题目叫什么呢？它的题目就叫坚持错位发展，突出特色，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更好的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它是这样它第一个定位，北交所定位就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那这是它的基本定位。然后呢，它的想法是深化新三板改革，以现有的新三板精选层作为基础，然后组建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进一步提升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这是第2个。第3个，北交所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维持新三板的基本层、创新层和北京证交所、证券交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同步试点证券发行的注册制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有点复杂这要从哪开始讲呢？这要从那个新三板开始讲那么我先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通常叫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所是讲一家公司发行股票发行了股票之后呢，把它的股票放到这个股票交易所或者叫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上市交易是什么交易？什么个交易呢？叫集中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就是你这边排队往上买，你这边排队往上买，这边排队往下卖两边一起排队，然后集中自动撮合就完成一个股票的买卖是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制股票公开发行、集中交易、竞价成交，这是股票交易的股票公开市场的一个特征这是一个股票市场特征。但是呢，也不是每家公司都能够上市的，就是说上市的条件，公开发行股票，然后在这个集中交易的这对一家公司的要求是很高的包括公司的治理，包括你的这个透明度你要把你该告诉投资者的信息全部告诉他。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它满足不了这么高的要求，
但是他还是有融资要求，他还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资金，还是有很多的资金想去投资一些没那么高标准的企业，于是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种叫柜台交易。柜台交易叫什么？就是我没那么高的要求，但是我还是发行股票。我发行股票呢，买卖呢，要求没那么高，那就用各种方式来。这种交易就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现在的这个叫柜台交易。那么中国现在所谓的第三版、新三版，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柜台交易啊。柜台交易呢，我解释一下啊，柜台交易就是新三板，所以新的北京交易所、北交所其实是和现在的新三板结合在一起的。它不，它和这个它和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要搞清楚。深圳的交易所跟上海的股票交易所这两家交易所类似，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其实他们这两个交易所没有错位发展，本来应该错位发展，就有点像美国的纽约交易所跟纳斯达克，它是错位发展。纽约交易所是传统企业为主，纳斯达克是创新型的企业为主，所以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相对比较低一点，纽约交易所就是上市的标准比较高一点，在这它就是错位发展。但是现在中国呢，上海跟深圳基本上一模一样，但是当然他们有两个副版，也就是两个就是一个创业板，一个就是都是相当于他们的副版，但这两个副版是有错位，但是主板是没有错位的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北京的北交所其实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新三板，新三板就是我刚才讲的，新三板就是柜台交易，柜台交易就是我刚才讲，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企业，但是它是服务于中小企业，所以呢，新三板的全称叫什么？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其实就是产权交易，原来的以前的产权交易，但是不过它也发行股票啊，那么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机构。那么以前在北京北京其实原来有两个产权交易系统，一个叫 NET 啊 NET 系统，一个叫 Stack 系统 STAQ。那么 STAQ 原来叫联办，联办这是最早期的服务于北京的这些科技公司的这些产权交易，后来就出来一个什么，就是刚才有讲的新三板，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叫新三板。新三板呢，它有个特点，它什么特点呢？啊，它的特点就是它既然是一个柜台交易，柜台交易什么叫柜台交易？英文叫 over the counter，就大家有个柜台放在那里啊，那我就在那里这边一称啊，多少钱？你多少钱？你卖多少钱？我说我卖10块钱，不行，那贵了。大家就在这一聊，成了就交易。所以这是一个新三板的股票买卖，可以用很多方式。你可以协议的方式，协议方式刚才聊出来，做市商的方式或者是竞价方式都可以啊。所以它是一个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股票交易系统，只不过它因为是原来我们叫在柜台上成交，所以叫柜台交易，简称叫 OTC 啊，Over the Counter 啊，OTC，意思就是不再集中竞价的方式去买卖股票啊。那么新三板出来之后，然后他就把这个股票呢设成3层啊，一层叫基础层，只要跑到这里来上市啊，它这是门槛很低啊，一进去基础你全部都是基础层啊。然后呢，等你满足了若干个条件之后，你就变成了什么呢？创新层，往上一级啊，创新层，创新层就会有更多的、更优质的投资者可以买卖这个创新层。好，
后来到了19年呢，他又改革那么设定一个什么？设定一个精选层。精选层就是说，当你满足一定的条件呢，就放到精选层。为什么要有个精选层呢？精选层它就和现有的深圳和上海的上市公司的副板联通接通它。你只要在精选层待上1年，你的股票又能够满足什么呢？又能满足这个深圳的科创板，这个上海的创业板，它创业板跟科创板都是深圳跟上海的副板，他们的上市标准，你就直接能够转板到创业板或者是科创板去。你跑到这2个地方上市呢，那你的股票上市的价值又不一样。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新三板就变成了一个蓄水池，帮上海的科创板和深圳的上海的创业板、深圳的科创板，帮他们储备上市的企业，然后形成一个联通。这有这个转板机制之后呢，对这个新三板来说，它就有一个出口，它就能够循环起来啊。原来就循环不起来，因为你必须基本上是在里面滚来滚去。你现在能够上到这个科创板跟创业板的话，它不就有出路了吗？好，那么新的北交所出来之后，的形态是什么？新的北交所出来之后，新三板就会和北交所捆在一起运行，就捆在一起运行。那等于什么？新三板保留基础层跟创新层，然后呢，这个精选层直接就放到哪里去？直接就放到北交所去。所以呢，北交所实际上是新三板的上层建筑，它就变成了一个新三板的新的头部装置。那所以未来看到的形态是什么？下面是新三板，上面是北交所，就是一个这样的形态啊，这样的形态。那么这个证监会的负责人就出来解释啊，说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安排是怎么个想法啊？他这么说，他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对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然后深化新三板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然后设立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为了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是对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机构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啊，讲了一堆这样的话。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专精特新啊，专精特新是针对中小企业，那么2011年就已经提出来啊，专精特新啊，就是说中小企业当中有一些企业在一些专门的领域，在一个特定的市场，特别有创新能力啊，这种企业很厉害啊。当然，这种企业最厉害的是2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很多这种企业专精特新，还有一个就是日本。通常这2个企业呢，通常讲的都是制造业，比如说像某些像这个德国的一些轴承厂很小，一两百人，也就是一两百人，但是他做出来的轴承特别厉害。那日本那个轴承里面的珠子，它的做螺丝，这个叫螺母螺帽啊，这个高铁用的这个螺母啊，不能够松的啊，就拧上去之后就不会再松。那这是哪里产的？是日本产，一个小小的厂子，干了一两百年啊。那么中国一看，哟，这些企业很厉害，这企业有竞争力，就我们也得搞。这有点像什么哈？就有点像这个
制造业的芯片大战啊，就是一看别人，哎呀，这个叫什么专精特新，这个美国这个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很多这种企业很厉害。其实他们没看到，美国有很多这些企业，很多这种初创企业都是类似这种，只不过美国是在高科技领域啊。你看一下这个硅谷啊，你看一下这个波士顿啊，这些医药啊，这些都是这种专精特新，很多小企业慢慢的一下子嘣涨起来。然后呢2011年就提出来就各种补助，各种支持，财政部、工信部，工信部是今年公布了2930家企业上榜，从19年开始，全国已经累计公布了3批，总共是4762家中小企业入榜。这是专精特新吗？当然不是啊，这通常就是安排，这领导安排个人啊，评是吧？评拿去评了以后各种补助啊，各种补助，其实这都蒙自己骗鬼的，这都是啊。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氛围，专精特新。他这么说，他说这个今年2月份，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一个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啊，明确从2021年到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100亿以上的这个奖补资金啊，奖励补助资金分3批，重点支持1000家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然后带动1万家左右中小企业成长，成为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这是一个就开始搞运动啊，搞运动，专精特新啊。然后他就说呢，说这个2019年工信部公布的这个4762家企业，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中在哪些地方呢？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然后是高端装备制造装备，高端装备制造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这些所谓的这个中高档的领域，然后能够同时带动全国范围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多家，然后入库培育的有11万家，你信吗？我不信，我认为它全是假的，都是拿来骗钱的。就像当年这个电动车、新能源汽车啊，新能源汽车骗多少骗补贴，专精特新一样，特别是中小企业，那更不用说啊，你这个门槛那么低，这领导安排2个企业去拿钱，都是这样啊。中国这些年呢，我们这一类的政策叫什么？这一类的政策叫产业政策啊。你回顾一下，你往回看一下啊，往回看一下中国的产业政策，历来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产业政策没一样是成功的，全部都是失败的，都是一地鸡毛。但是呢，中国政府乐此不疲啊。美国政府很生气，说你这个产业政策是政府补贴，你不能这么干。其实美国搞错了，让他搞，使劲搞，而且不仅要让他搞，而且鼓励他搞。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点宝贵的这个财政资源浪费在，其实这些钱全部被贪污掉了。你从新能源汽车到这个太阳能板，这些补贴的钱全补贴了谁？全到哪里去哈？第一个到贪官手里去了，第二帮助了外国消费者。你比如说新能源，新能源叫太阳能板，太阳能产业中国补贴大量的补贴，结果全世界最便宜，叫什么叫价廉物美的太阳能这个板的这个产品全来自中国，为什么？其他国家全倒闭，中国现在在生产，为政府补贴大量补贴，慢慢最后发现政府一不补贴怎么办？中国自己也倒闭了，
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把这个产业扶持起来，扶持起来不是这么扶持的。中国的政府，你们新能源汽车也好，新能源汽车扶持了多少年，扔了多少钱进去，以千亿为单位。中国有没有扶持出一家特斯拉？没有，没有扶持了特斯拉。中国现在涨起来的这些新能源汽车，都不是靠补贴起来的，都是跑到资本市场拿钱，自己发展起来。靠补贴的那些钱，你看一下那个生产出来的那汽车，不是一般的丑，不是一般的烂，那真的是就是纯粹骗补贴。这件事情搞了多少年？就是这样，这就是典型的专精特新，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产业政策，就是浪费钱的，没有别的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你看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绝招化啊，绝招化，就希望能够搞定某一个绝招、某一个领域啊，这个一搞定，比如说芯片我们现在芯片卡脖子，扔钱，扔1万亿下去，搞定这个领域，搞定这个领域，我就带动一大片，我就整个的就主动了，但怎么样，一地鸡毛。所以这些年喜欢搞这种绝招式的经济政策，专精特新也是这个政策，这是第一个。所以你想一下，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你发展经济靠绝招行吗？当然不行。发展经济不能靠绝招，发展经济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一路走来才行。飞过去门儿都没有。其实这些年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一下北京北交所，北交所拿来服务中小企业，特别是拿来服务了专精特新的企业，行吗？那中小企业的特点是什么？中小企业特点就是：第一，数量多；第二，体量小。那么，针对这种特征的企业呢，用证券市场去帮助它融资，这是脑子进水。为什么？证券市场的融资，第一成本高，第一成本高，因为你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就是我们讲的成本，不是融资成本，是这件事情的办这件事情的成本很高，这第一个。第二，门槛高，你必须达到一个标准，你就算是你柜台交易，你也得有标准。第二个就是门槛，成本高，就是这个门槛高，成本高，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周期长，时间很长，你要把这件事情办完，怎么着也得半年以上的时间。你有些中小企业，你说等你要钱用的时候，你说你半年以后才给你，这企业都已经倒闭了。所以呢，用证券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那纯粹是脑子进水。中小企业靠什么？靠什么融资？靠直接融资。直接融资跑到银行去，跟银行说我要借钱，银行说你给我看一下你的商业计划，把商业计划给他看，然后我去看一下你的业务，看看你的流水你觉得这个企业还行，那你这样，你给我一点抵押，我先给你贷一下看，好，就先贷个200万，你厂房抵押一下，给你贷个200万，发现可以还不错，不断的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就这么起来的，最后这家企业慢慢有200万贷款贷到500万到1000万5000万，这企业就成长起来，这个银行也成长起来，就是这样，靠的是直接融资。你说我去跑到这个柜台市场去融资，那我已经有1000万或者是1个亿了，我去跑到柜台去，这不是解决中小企业。在中国，中小企业的规模比他讲的这个企业要小得多，这些企业才是真正中国最有竞争力、最需要资金的企业。所以呢，如果你定义一个北京证券交易所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的话，这肯定是错误的概念。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小企业发展靠什么？靠两点，第一个社会环境，第二个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是什么？就是你的营商条件怎么样？你一会儿这个市场监督局跑来查营业执照，一会儿税局来查这个税，一会儿这个来搞一下，明天那个来收一下，这中小企业怎么发展起来？发展不起来，权力任性啊，这是第一个社会环境。第二个什么？经济环境，经济环境经济成长，在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社会有很多的需求，有需求就有机会，就是我们讲商业的经商的机会，有经商的机会，就有中小企业产生。所以这就是两个条件，你要把这两个条件治理好。当然，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产权制度。你的产权制度是可靠的，你不能今天一搞文革，你看今天那个谁，今天阿里又捐1000万，1000个亿啊！之前是腾讯，腾讯先捐500个亿，然后再捐500个亿，哈哈，你挣的那点钱都不够捐的。然后阿里又开始现在一口气就捐1000亿，那么为什么？文革啊，文革来了，赶紧把钱捐着保命啊！这是什么？这个，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共同富裕啊，共同富裕是什么？三次分配，三次分配是什么？三次分配就是你们自动捐献呗，这个三次分配啊，听懂了吗？听懂了。这个第二天，这个腾讯捐500亿，之前捐了500亿，现在再捐500亿，捐1000亿。这个运动风声一紧，阿里想明白了，算了，还是捐吧，捐1000亿，上来直接捐1000亿。捐1000亿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简单，你的钱不是你的，是暂时放在你那儿的。我党啥时候想要，啥时候就来拿。你要把经济发展起来，你要搞市场经济，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产权制度。什么叫产权制度？我的就是我的，谁都拿不走。但中国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就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是党想拿你的时候，我都不伸手，你得亲自送过来，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中小企业的发展靠两点，第一个社会环境，第二个经济环境，这是第三啊。第四，北京证交所，中国已经有2个交易所，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啊。那么北京原来就没有，北京为什么没有？不需要。这2个交易所已经够大了，那么你说再搞一个，会不会冲击另外2个？当然会。为什么？你看他上来就强调错位发展，错位发展是跟现有的2个错位，我们做不同的市场。那么意思就是什么？不会对现有的2个产生冲击，但是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叫好的不灵，丑的灵。好的不灵，丑的灵，就一定会冲击另外2个市场。为什么？我们举个例子。第一，你看哈，上交所的创业板的来源是来自于3板，对吧？然后这个深圳的这个科创板，它的来源是3板，对不对？你现在如果你来一个北交所，那你的精选层直接融入到北交所里面去，就是说你的精选层直接就是北交所，那所有的企业都上到北交所里面去进行柜台交易，那就不用去哪了，不用去上海跟深圳，那来自于这个新3板的这些上市公司的源头就没有了。那你这两个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你得重新再去想辙，再去拉其他的企业来这里上市，你就分薄了什么？分薄了这家公司这2家这交易所的这个上市来源，上市公司的来源，这第一个。第二，那北交所出来之后，要不要让它活跃？要吧。要活跃就要什么？要投资者吧，要资金吧，那你要上市公司吧。你一个交易所无非有3样东西，第一个
上市企业，第二个资金，第三个投资者。你只有三个很多很积极的参与，你这个市场才会活跃嘛，对不对？如果你这个跑到北京这个交易所的资金、投资者、上市公司很多，那跑到这两个交易所的资金不就少了吗？投资者不就少了吗？上市公司也少了吗？那是什么？那对他们产生影响。这个影响，你说我们怎么避免得了？资金全中国的资金就这么多，你说我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我没看出来，对吗？本来更多的资金可以到这两个交易所，结果还是跑到北京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肯定会在资金、在投资者、在上市企业会分薄上海跟深圳这两个已经有的交易所，对他们会产生冲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交所在北京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想想看，北交所所在地是北京，靠着党中央、国务院，再靠着中国证监会，对吗？他肯定会对他有政策倾斜啊。那么因为他在北京嘛，所以呢，对于深圳和上海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利空，对吗？好的东西得先紧着北京啊。那么你要么呢，就让它很火，那上海跟深圳这个一人独憔悴啊。那要么呢，想保住上海跟深圳，你北京呢可能就归于沉寂。你说我让三个都火行吗？也行，你就让人民银行多发行钞票呗，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第五个，关于决策的问题。我们以前在上海交易所面试之前，大概提前1年多已经开始传这个事情，讨论这个问题。上海成立交易所哒哒哒哒哒哒哒，深圳成立交易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半年前已经开始这个各种说法、各种想法、各种概念都开始出来。北交所这事真没消息，这个保密工作不知道怎么做得这么好。只有今年3月份，路透社曾在香港发了一篇稿子，说中国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听到这个路透这个消息，我当时觉得不靠谱。中国现在这两个交易所还焦头烂额，你还搞新的，凭什么呀？说他当时说是要吸引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回流，当时的说法是这个，因为这不是美国要赶中国企业走嘛，说让他回流，提高中国在国际提高中国股市在全球的地位，是这个意图。这个意图，上海跟深圳不能完成吗？非得成立一个新的吗？你想一下，门上面有一个洞，一个大的洞，对吧？这个大的洞让狗过，你是不是需要再挖一个小的洞给猫过呢？不需要嘛？为什么？猫也能走大洞啊，不需要挖2个洞，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大的洞，你新挖一个小的洞，说给猫过，这不是很愚蠢吗？所以这件事情，我当时就觉得我不屑一顾，我说这不可能，结果还真的发生。不过呢，这个定位是不一样，但是这个定位也是有问题，就是说，其实北京交易所要完成的所有的任务，现有的上海跟深圳交易所都能实现，就是那里已经有一个大的洞，门上面已经有大的洞，你说我要走一个小猫，再挖一个小的洞，这个这个不 make sense，这个是不必的不必的，它会对现有的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你看，第一个，从现实上来说，这个市场有这么样的需求吗？我觉得没这样的需求这是一个无厘头的决策，这第一。第二，这件事情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出来，只有一个3月份的路透社，路透社说的还是另外一件事有没有可能是北京跑到香港去取经，
然后透露出消息，有可能这种情况，就可能3月份就已经跑到香港去考察一下，问问，哎，这个交易所怎么设立啊？反正看不上上海，也看不上深圳，我得找一个国际化一点的。这个中国考察这种事情就非常喜欢干，有可能泄露，也有可能。但是你像突然一下子拍的，你就会感觉这次决策有点像什么？拍脑袋。习近平一拍脑袋，有人拍一下他脑袋，好，就搞个交易所呗，就搞一个呗。这个5个人打篮球，抢什么抢？抢一个球不好，一人罚一个，大概是这个思路啊，大概是这个思路。所以你现在第一个有没有论证过？有没有充分的论证过北京要设一个交易所有没有价值？它有什么后果？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我不觉得它有充分的论证。这第一，第二，现在的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有没有准备好面对一个新的交易所，也没有论证啊，这事儿不靠谱。这事儿呢，后果是什么还不好说呢啊，这是一个啊。另外，我们讲讲，哎呦，我又讲冒了嘛？哎，怎么会讲？OK，讲讲中宣部啊，中宣部啊，这个就不能讲。中宣部其实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内容。中宣部吹响演艺圈新整治运动的号角啊。新华社9月2号报道，中宣部发布一个通知，叫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啊。通知说，随着文娱产业的迅速发展，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以新的方式、新的手段死灰复燃啊，然后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啊，然后就是什么，呃，这个我看不懂啊，什么之风啊，然后一些从业人员政治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道德观念滑坡，违法失德言行时有发生。这中宣部也有责任呢啊，你主管这个事情，你怎么会允许这件事情这么发生呢？对不对啊？然后他就提出要整改，怎么整改呢？1、2、3、4、5，我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加强党的领导，这得加强党的领导。然后他这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深刻的认识塑造什么样的未来人的重要性啊，这个还是意识形态啊。严格落实主管和属地责任，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工作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细化完善工作措施，构建多领域跨部门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这力度很大，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就是搞运动。这就是文革，就从文艺领域开始的。你看这次也在搞这个运动啊。那篇檄文刚刚，这个胡锡进刚刚澄清一下，你看中宣部就开始来一个反向证明啊，真的在搞运动啊。然后第二啊，要这个加强思想政治引导，明确红线底线啊，这个娱乐事业还有红线底线。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已经超出了文艺圈了啊！然后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参加偶像团组和线下应援活动，然后加强这个青少年普法教育，强化饭圈集资乱象啊、不良网贷等负面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啊。然后第三，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啊，禁止劣迹艺员转移阵地复出啊。然后研究什么研究针对这个演员经纪机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等管理办法啊。第四，完善制度保障啊，然后就是对什么呢？对这个粉丝社群管理、
经纪公司管理、直播管理、演艺明星金融产品和游戏产品代言管理等。第五，严格内容监管啊，这就是审查了啊，严管综艺节目，健全审批机制，严禁选用未成年人参加选秀类节目啊，不拉不拉，很多严管，都是严管。第六这个很多人很关心的了，打击流量至上，维护行业良好生态。怎么打击呢？查处一批谋取不当利益的营销号啊，就要查处一批的，你小心一点。打击各种形式的流量造假行为，严格各类热搜榜单管理，加强明星粉丝团后援会账号管理，切实履行监看责任和管理责任，严厉处置互撕信息啊。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按照相关责任规定进行处罚啊，这个各种强化了啊，强化什么综艺节目啊、粉丝啊，哒哒哒哒很多。总之呢，从8个方面进行管理啊，整治饭圈到了看一下啊，好，中宣部这个通知发出来之后，广电总局也跟着发一个通知，要求电视台、网络视听平台加强对艺人节目的监控。1、2、3、4、5、6、7、8条，基本上是跟着中宣部把这个细化到这个视听平台上来，然后就基本上就大体上是这样。那么现在呢，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一场整治运动。整治什么呢？文艺圈，文艺圈是最近是看上了。之前查税啊，查税不够啊，这个力度不够。那么现在继续整治，整治估计还得查税。你把这个文艺圈的这个整治艺人，所谓的失德，所谓的逃税啊，这一个和这个之前这个，互联网企业啊，这个在这个号召之下自动献钱啊，把这两个拢在一起一看，哦，你就恍然大悟，悟到什么？悟到哦，这就是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啊，好吧，那我们就这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 Jumbo HJ1985，谢谢。Coffee for 王 Sir， 谢谢 Mike 朱，谢谢 Dominic， 谢谢 Wendy 王，谢谢，一直听王老师的节目，虽然不能次次赶上直播，但每期都看，十分敬佩王老师的专业精神。我昨天已经确定要从新加坡移民到英国，希望和您分享喜悦，会继续在英国收看您的节目，谢谢。好 Wendy， 恭喜你。我就非常的喜欢听到我们网友告诉我啊，我已经肉翻了，这个我很高兴啊。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前程，希望大家在新的地方这个建立自己的愿景，实现你的理想，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啊，谢谢啊。那另外呢，我呼吁大家订阅我的 Facebook 的账号和 Twitter 的账号，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些网友呢，就是没办法收到这个平台的通知，那我每次在直播之前，我都会把我们直播的链接发到我们的这个我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通知啊，那么参加我们的直播，直播是很有价值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什么突发的情况，我们也会
根据一些突发的情况进行突发的直播。那我们在 Facebook 跟 Twitter 上面，大家都关注我们的账号的时候，我们可以发出通知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很有意义的啊。观点，这估计又是一场五方协同骗取国家补贴、迎合上亿的闹剧。中国本就不存在鼓励创新的土壤，现又盲目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中小企业其实一点都不缺啊，中国的中小企业一点都不缺啊。那么之前李克强推动一个叫什么创新创业，万户叫什么万什么创新业万什么创业，鼓励老百姓去创业。一般来说，各个国家各国政府都不会鼓励老百姓去创业，为什么？创业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啊，就是说我开个饭馆，我做一家工厂，我做一家公司，基本上中小企业的生存的，我们讲生存通常是活3年就叫生存3年以上就是活下来啊。那么3年以内活下就是正常死亡。中小企业的死亡率大概是95%。所以政府鼓励老百姓创业是有道德风险。什么叫道德风险？就是你鼓励别人这么干，那当他响应你的号召去创业，结果失败了，他就找你来了，对吗？因为你想鼓励我们去创业嘛，所以一般政府不会鼓励老百姓去创业，因为创业九死一生。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呃，但是在一个市场当中，中小企业永远是大多数，因为永远是慢慢的成长起来。那么过去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的非常的快，因为为什么？因为市场不断的在扩容。我跟我一朋友聊天啊，讲过去十几20年，中国的任何一家企业，你好好的去做一家营生，在某个领域好好的把这个领域的这个业态吃透，耐心的经营，一定会成为一家优秀的这个大企业。为什么？因为中国市场不断的在扩张，原来一个小小的市场，因为一下子变成这么大，那你在这市场里面，你原来是个中小企业，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大企业，非常大的企业，因为市场扩张了很多倍。这就是过去20-30年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一下子慢下来，慢到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差不多。那你去英国看一下，它的市场有没有这么涨？没有这么涨。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成熟了。中国原来是由0到1的区别，那么现在是3到4的区别，可能英国是10到11的区别，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当你变成一个这样的形态的时候，你经济成长就放慢了，那么中小企业的成长也放慢了，因为你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增长，所以你去针对中小企业，用这种方式，用这种还是那个举国体制啊，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来推这种方式是没有用的，只会浪费资源，是没有用的，只会把这些钱给这些人贪污掉。观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整治，放在一起来看，就是对新生活方式的打压。人民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资本在逐利的过程中不断的与这种趋势靠近，可是政治上却无法相向而行，只能不断的踩刹车啊！这就对演艺圈、饭圈、出行、医美、教育、互联网等新生活方式载体动刀子，各种迷惑的行为。说的非常对。这种新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其实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价值观呐。
背后其实是价值观。观点整体嘴上喊着疏散北京首都非核心功能，结果还是我全要，真的是乱搞，非常是这样啊。观点：深圳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长期把控在改革开放派手里，其希望用共同富裕抢的钱去做新的北京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全部被习家军把控，成为自己20大连任的政治筹码。你这故事编得真好，这么远，好吧，我们就当故事看一下啊。观点应该会由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或指导意见，指定相关拟上市企业只能在北交所上市，营造表面繁荣。我觉得大家很喜欢帮助中共出主意啊。你有时间精力干点别的不好吗？非要帮他出这些主意干啥？真不用你出，他的点子比你多啊，而且你想坏点子，他比你更在行啊。提问：王老师，控制传统媒体的中宣部，打击娱乐明星，这不是成了挥刀自宫吗？这种事情干得少吗？观点：国有企业这种模式本身就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如果还有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就都不会跟甩破鞋一样都贱卖出去了。OK，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本地球最坏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国有企业虽然叫企业，但是它没有企业的特征啊。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企业的基本特征是逐利。你成立一家公司，你目的是什么？挣钱。所以企业的基本特征就是逐利，获得利润。但是国有企业不是，为什么？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他的经营目标不是让这个企业获利，是让自己升官，因为这个企业不是他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国有企业不具有企业的特征，但是呢，它又具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它在市场当中，它有营业执照，它有这个买卖的能力，所以它有市场主体的地位，但是它不具有市场的这个企业的特征，所以它的行为很怪异。就让这个市场经济有个前提，什么前提？所有的市场主体，它的行为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所以市场经济的这个前提，让市场上的每个行为都表现出逐利特征。逐利特征，它就会理性，它会算计。所以呢，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这么做，这个市场就有效率，就能反映它的市场特征，就反映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正常的，市场的供求也是正常。哎，你发现中间有些企业呢，它不逐利，你就发现这个市场的价格就扭曲了。这是什么企业？就是国有企业。所以你可以发现，当国有企业在这市场当中不断的活动的时候，这个市场的价格就开始扭曲了，不正常。当市场价格不正常的时候，市场的效率就降下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国有企业是本地球最坏的组织形式，它就像癌细胞一样，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观点：中国推的数字货币 DCEP 是中央银行的集权货币，又来这个啊，好吧？为什么喜欢说这个，讲这种一句话，数字集权工具的其中一部分 ？OK， 好吗？我们天天来讲这个也就，观点：习执政9年了，什么政绩都拿不出来。想连任的心思又路人皆知，急了，王八拳乱打，不顾形象。OK， 提问：中小企业优势明显，创新能力强，
国有企业也有优势，是中小企业不能比拟的。请问王老师，这种企业模式分别适合哪个领域？我都去讲，国有企业没有任何优势，国有企业唯一的优势是什么？政府给他的钱多，政府给他各种资源多，他的优势不是自己挣来的，他是什么？是政府给的。政府给他的资源是谁来？从哪里来？纳税人来，其他企业来的，送给他，输送给他的。所以国有企业没有任何优势，国有企业是经济里面的癌细胞。中小企业有没有优势？中小企业也没有优势，为什么？规模小，经验少，技术少。中小企业是经济当中最底层的，厉害的是上面的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才是最具有优势的企业。中小企业哪有明显优势？没有优势，中小企业没有优势，中小企业一直在苟延残喘，中小企业一直在苟延残喘，它很脆弱，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倒闭。所以中小企业的特征是这个，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那是胡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中小企业都在苟延残喘。告诉你，有个政府跑出来讲，我们这里的中小企业蓬勃兴旺，你就上去给他一耳光，可这是胡说八道。没有一个中小企业是兴旺蓬勃，都是在生死边缘挣扎，一定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中小企业，你说啊，这些中小企业活了100多年，它有绝招，所以它活得很好，有的，但是万里挑一，没有代表意义啊。观点：中国扶持的产业政策催生了新的行业，骗补贴，这是的。几年前我们山西扶持养殖业，一些村里的领导亲戚头年买一些牛犊应付了检查，就不怎么管了。第2年在检查的时候，只能租其他农场奶牛来应付检查，之后不了了之，就是为了给衙门里的高衙内补贴而已，非常正确。中国的补贴都是骗掉的，所谓的产业政策，其实都是拿来骗人的，都是拿来那些补贴都拿来给贪官用的啊。那所以所谓的产业政策4个字，狗屁不通，就是基本上你是缘木求鱼嘛。你想这钱都没有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到想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嘛。什么专精，什么精特，什么精特不精特的，根本没有这样的精。有这样的精特的企业，早已经坐火箭上去了嘛？为什么？有绝招的企业早就在中国早就坐火箭上去，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基础产业不好啊，不发达，而且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需求，你在某个领域你真的有绝招，早就坐火箭上去了，不用你去扶持它，它活得很好，根本不需要你。问题是没有啊，哪有这几千家企业？中国有几千家这么专特企业，早全上市了，所以它都是骗人的，这都是骗人的，都是为了给领导在讲话当中多一条靠谱的说辞。秦话王先生说的很对，政府的补贴靠的是关系网，与实际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补助的项目验收也是胡编乱造。我在 IT 行业拿过补助项目，目睹的是造假的整个流程。这些人怎么办事，居然能做出一个第2大经济大国，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其中的不公平现象难以想象。中国的第2大经济体靠的不是这些东西，不是靠的是产业政策。我都讲过，中国的产业政策无一成功，全部都是失败的。中国的第2大经济体靠的2件事，第一件事情做对的，加入 WTO， 加入 WTO， 中国就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其中一个环节。中国就利用全世界的市场，然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台商，靠的是日商，靠的是韩商，靠的是港商，他们全世界的制造业全部转移到中国来。为什么？
中国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做对了，什么？基础设施，修公路、修码头、搞电厂、搞水厂。那有了这样的环境，这制造业就跑到这儿来，然后中国有人口，工人就低人权这个优势啊，就一天工作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断的加班，然后你看，你去看一下东莞原来那个鞋厂豫园鞋厂，那什么情况？几十万人，整个的鞋厂几十万人，30万人，当然鞋厂10万人，配套几十万，搞出个大规模来，唯一的优势是什么？便宜，通杀，就是这样。中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这么来的，你平均一下试一下，跑多少去了？啊，跑得很厚了吧，对不对？而且还造假，造假是什么情况？你想想，中国是什么情况？6亿人口，一千块钱以下，啊，这个2000块钱以下9亿人口，什么情况？中国还是普遍贫困，中国还是普遍的贫困线，处于一个贫困状态，所以第二大经济体没啥，真不是啥。当然体量很重要，你有一个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样的规模在这里，没有人会忽视你。但是你打开了看一下就知道什么东西。情况4年前，我有一家自己的新三板，本来公司挣钱，公司的核心业务放在香港，后来想上板，光财务严格、法务严格，把香港资本挪回来并表，搞得公司彻底亏损，只好卖壳了。最开始公司上新三板，就是因为各地政府园区有补贴，上板后根本没有交易，无法实现融资，后来出现了大批的退板潮。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要跟上海的创业板连接，为什么要跟这个深圳的科创板连接，原因就在这里。你要是不往那边转板的话，谁去买卖？买卖你要动机啊，谁来接盘？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观点：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还是热衷于计划规划。当初日韩也是通过产业计划获得经济腾飞，但做了5、6次就做不下去，因为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的程度，更需要规则的完善和透明，而不是继续要求政府去带领。就像我们养孩子，婴儿的时候我们都要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要学会慢慢的放手，最终让孩子独立成长。这个比喻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完全是。他们为什么要管？因为有好处嘛，管起来有好处嘛。那父母跟孩子之间没有利益关系嘛，啊。观点：王先生说 ，CCP 迷信绝招，这非常精准。习为代表的保守派对中医、中国武术的推崇，无不透露着这个特点。真就是天天想着靠小聪明弯道超车，非常对。这些年，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以后，天天想着弯道超车，弯道超不了车，弯道超车你会翻车的啊。提问：请问王先生，灭霸想指习的连任和共产党政权的稳固，这三者之间关系为何？持续恶整产业对谁都没好处。共产党的政权稳固和灭霸想指没有关联，和习近平的连任也没有关联。共产党的政权稳固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断的调整它的统治方式。中共从建政到现在，它不断的在调整它的统治方式。所以你到了现在，它最依赖的是什么？数字集权。数字集权它最依赖，成为它的统治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它也是与时俱进，这是它政权稳固的非常核心的原因。但是它的风险非常的大，为什么？你看，习近平帮他捣乱，所以他
独裁是有巨大风险的，巨大风险在顶上啊，所以问题，你比如说北京交易所，北京交易所你现在觉得是个好东西吗？不一定啊，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你现在市场股市已经这个样子了，现在还有人在说啊，这个新的现在是不是在筑底，开始准备新的一个行情呢？结果来个北京交易所，北京交易所，我觉得你怎么着也得熊一段时间吧。所以他们你刚才讲的这三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啊，没有因果关系，只有互相拆台的关系，对吗？观点昨晚看了一个大学学生，学生工宣传部查学生宿舍的视频，一群穿着黑色外套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双手插兜，讲话像黑社会老大。所以我不认为这种从小洗脑教育下可以教育出文明觉悟、高素质的法治人才。你知道为什么吗？在中国的监狱，监狱里面有什么？有牢头啊，牢头就是监狱里黑社会老大。呃，中国是用牢头来管犯人啊，用牢头来管犯人。中国的学校呢是用学生来管学生，所以中国学生，你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有什么学生干部？学生干部是干什么？是代表学校来管理学生的。所以他就把一部分权利让渡给这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呢就手上就有权利。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什么叫官本位？官本位其实讲的好听，讲的不好听是权本位，就是用权力维持一个社会的运作，所有的一切都以权力为运作的依据。你在这个视频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不管你的权利是大还是小，只要你有权利，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任何的事情。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面对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被你最小的权利也可能控制的人就够了。其实反映的是什么？这反映的是一个权力社会的异化，对人性的异化。你看看这群孩子都变成什么了？其实他们也是被荼毒的人，就是权力对人的侵蚀，对人性的侵蚀，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中国社会，我讲中国社会烂在哪里？烂在权力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是怎么证明它的政权合法性？是因为打败了国民党取得政权所以合法，还是因为改革开放带领大家富起来？这是没有答案的。就是说，你证明你的政权合法性是个没有答案的，是个过程。就你喊着啊，我改善大家的生活，所以我很合法，然后没有人反驳他，然后过一阵子他又喊一下啊，你看大家生活又好了，我们就政权也合法，这是个过程，都不是因果。说我啪，我合法了，我永远的合法，不是这样。就是当有人反抗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问题；当没有人反抗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大家要用社会学的角度，而不能用加减乘除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好吗？提问：王老师你好，我的孩子刚出生，习近平思想现在已经成为小学课本，这样洗脑的教育力量很大。请问王老师，作为家长，以后我们怎么样对抗这样的教育？我不知道怎么样对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啊。很多人问过这样的问题。自己的孩子在整个教育系统里，这个教育系统本来就是个洗脑机器，那你说这孩子在这个洗脑机器里面一待就是十几年，你说怎么让他不洗脑？我觉得很难啊。我们在国内，你从你睁开眼睛听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中共的宣传机器，你不被洗脑这也很难。那你就要增加你的常识，要多读书、多看报、少看官方媒体、多翻墙，最好肉翻。我只能给这样的建议。
我没办法给你绝招，没有绝招，这件事情没有绝招啊。提问前几天王老师说的恒大作为债务支撑的公司，债务如果消失，公司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听得不是很懂，是否请王老师再解释一下？很简单，一家公司它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债务，一个是资产，或者叫净资产。债务加上净资产等于总资产。你要理解这件事情，你就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一家公司有负债、有资产，或者叫净资产，两个加在一起，比如说负债100个亿，净资产110个亿，这家公司的净资产总额是多少？10个亿。那好，那我就能够运作，我继续运作，因为我有我的资产，我的净资产比这个债务高，那我能够应付你的偿债需要啊，我是很粗略的意思啊。那突然有人跟我讲，他你要是不把你的债务还掉的话，我就向你追这个贷款，你要把你资产卖掉，那我就连滚带爬去卖资产。那我原来的资产是110亿，那我连滚带爬的卖的时候呢，我就卖不到110亿，可能我只能卖90亿，可是我债务有100个亿。如果不断的卖，不断的还，不断的卖，不断的还，我这企业不就泡沫没有了吗？理解吗？就这个意思啊。明谢 Jenny Lee， 谢谢 VV， 谢谢 Harry 冯，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